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，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张艺谋预言成真，东极岛吴磊深海搏命3分钟，撕碎偶像标签。2025年暑期档最炸裂的画面是吴磊在东极岛里憋气穿越沉船钢架的那3分钟，海水灌入船舱，他像条人鱼在扭曲的金属缝隙中挣扎求生。观众甚至能看清他脖梗爆起的青筋和缺氧泛紫的嘴唇。这镜头没有绿幕，没有替身，是25岁的吴磊用气胸病使的身体在12米深水池硬扛下来的。开拍前他刚被诊断深海恐惧症，却考到潜水员3级证书，每天泡水6小时练到呕吐。导演管虎说：“我要的不是演渔民，是成为渔民。”于是吴磊晒脱3层皮，体脂率跌破个位数，95%戏份素颜出镜，连吃饭镜头都狼吞虎咽到噎住。当内娱男星用替身拍躺戏时，这个童星出身的国民弟弟撕碎偶像滤镜，用一身伤换来华语电影水下戏天花板。张艺谋7年前那句他会成为很优秀的演员，终于没人再怀疑。为了东极岛里那个卷发黝黑的渔民少年阿当，吴磊提前3个月住进舟山渔村，凌晨跟着渔民出海撒网，中午躺在甲板上暴晒，紫外线把他从冷白皮烧成小麦色3阶，连手背关节都晒出斑驳的色块。造型师故意不给他涂护手霜，让海风把皮肤吹出粗粝的纹路。开拍时他甩掉上衣跃入海水，后背肩胛骨随着划水动作起伏，腰侧被钢架划出的血痕还渗着血珠。那是在模拟沉船逃生戏时，他主动要求撤掉保护装置撞出来的真伤。水下戏成为全网热议焦点，因为每个镜头都在玩命。扬州影视基地的9000平米恒温水棚里，16台快艇发动机轰鸣着造出2米高巨浪。吴磊要在模拟虹吸漩涡的水流中逆向前行，有次被暗流卷到池底，救生员拽他上岸时发现他嘴唇发干，横膈膜因缺氧剧烈抽搐。最危险的钢架迷宫戏拍了3天，他穿着3角篓子潜入9米深池底，在生锈的金属管道间穿梭。为拍出窒息感，他故意让身体被卡在缝隙里，直到监视器里能清晰看到脖梗血管的搏动。朱一龙的转型同样震撼，他扮演的渔民阿必须要徒手杀死日本兵，为此减脂到体脂率8%。胸肌在搏斗时奔张的脉络如同斧凿雕刻。有场水底复仇戏，他睁着眼游过浑浊水域，眼球被水压冲击得布满血丝。实拍时道具刀意外划破他额头，血浆混着海水淌进眼睛，导演喊卡后才发现伤口需要缝针。倪妮为角色剪掉及腰长发，头皮晒出成片脱皮。她设计的渔女急救动作被专业医生认证，用船帆布条当止血带，拿烧酒消毒匕首挖子弹。当剧组用糖浆冒充血浆时，她坚持要换腥臭的动物血，屠杀戏里衣服沾的血不该是甜的。技术团队创造了华语电影多个第一次，为一还原1942年沉没的里斯本丸号。造船厂按2战图纸重置12米木船，榫卯接缝处用鱼胶粘合。水棚顶部悬吊的37盏电影灯能精准模拟月光折射。摄影师穿着200斤重潜水服操控特制稳定器，拍出8分钟水下长镜头。最烧钱的是虹吸特效，用高压水枪在池底凿出漩涡，每秒耗电达4800千瓦。历史细节严苛到变态，渔民服装用草木灰染出褪色感。倪妮挑水的木桶参照舟山博物馆藏品复刻。拍夜戏时全员进食，演员眼里的血丝都是饿出来的真实状态。有场送葬戏必须在日落前20分钟拍完。剧组连续7天蹲守，
最后靠直升机航拍才捕捉到血红色海面。吴磊的敬业早有伏笔，拍《盛夏未来》时呕吐戏连拍5条，他喝酸奶催吐到胃痉挛。我和我的父辈马戏摔伤膝盖，他抓着缰绳喊再来一遍。这次为克服深海恐惧，教练把他绑在沉船模型里关禁闭，从最初恐慌抽搐到后来能在黑暗中静坐15分钟。张艺谋多年前的预言正在应验。北电考场里，吴磊92.85分的表演系最高分纪录已霸榜7年。有考生复刻他在《星汉灿烂》中的一镜到底哭戏。教科书级的微表情控制被投影在艺考教室屏幕上。当其他流量明星用数字替身时，东极岛剧组晒出吴磊的伤病清单：左肩韧带撕裂，右膝击液，全身13处划伤。杀青那天，他跳进水池游了20个来回。上岸后对制片人说：“现在看见海，居然想家了。”双引号。